家境贫寒的小男孩只是想将小猫卖给杂货店老板赚2分钱，岂料店里的伙计却让老板不要买，理由是店里有很好的捕鼠器。但这并没有难住小男孩德里，他解释养猫不一定要和老鼠有关，不同颜色的猫代表着不一样的美好寓意。忽然，一名陌生男子走进了店里，悄悄地观察着德里的言行。他的到来意味着德里即将有机会富甲一方。很快，德里利用自己的聪慧，让老板霍布斯心动买了一只代表好运的小猫。晚上，德里卖完猫淋雨回到了家，母亲诺拉心疼的急忙帮他整理着。此时，男子早已在等候着德里。两人简单的相互问好后，维森先是问了德里一个问题：Каковы ваши планы на будущее? Я хотел бы стать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Соединенных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Штатов. Ну что ж, похвально. 其实维森是一名律师，受德里爷爷科特伯爵家族的委托，专程从英国来到美国，目的是邀请德里去英国接受培养，以便日后继承爵位。因为德里的伯父和父亲赛迪近几年都陆续遭遇意外死亡了，目前他是唯一的继承人方特洛伊勋爵。此刻才知情的德里只是凭着感觉进行了回答。Я совсем не хочу быть лордом. Быть лордом – большая честь. Так считал твой отец. 维森透露着，只要德里答应，他马上就能得到一笔巨额财富。可德里还是没有同意，因为他舍不得和诺拉分开。对此，维森补充到，诺拉也会前往英国，到时可以和德里住在一个地方。诺拉劝说着德里同意，觉得德里父亲肯定也希望他这样。再者是为了让德里得到更好的教育。就这样，德里提前获得了一笔大钱的使用权。第二天，他特意给经常送他水果的摊贩老奶奶买了货架，还搭建了棚子，免得下雨天总是会被打湿。老奶奶很是感动和开心，德里的做法也让维森格外满意。两人准备离开的当天，左邻右舍们都来到了现场。对于德里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准伯爵，大家无疑是羡慕的，彼此也都充满着不舍，因为这一走不出意外的话，便永远不会回来了。德里不忘交代着小伙伴迪克，要认真管理好两人的擦鞋业务，并送了霍布斯和迪克礼物，算是感谢他们多年来的陪伴和关照。然后两人坐上了马车，在众人的道别声中驶离了故乡。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顺利，但现实却没有预想的那么美好。因为德里的爷爷科特不仅是出了名的自私冷酷，基于时代的关系，他还从骨子里非常厌恶美国人。奈何7年前德里的父亲赛迪不听劝，宁愿放弃县城的荣华富贵，也要前往美国和作为音乐老师的诺拉结婚。要不是妹妹洛丽黛先前不断劝说，他甚至都不愿接德里回来。想着眼不见心不烦，所以他便不允许诺拉也住进城堡。其实这是诺拉早已知情。等到了英国时，他本想委婉地告诉德里，由于规则的问题，两人以后不能住在一起了。可说到一半却难以继续下去。维森见状主动帮忙进行了解释。突然得知要和诺拉分开，德里无疑是猝不及防，难受到满眼泪花。好在并不是他担心的那样永远看不到，因为诺拉会住在离城堡很近的地方。对此德里心里不免才好受一些。随后马车来到了诺拉的住处，管家梅洛丽和女仆热情地迎接着。一番简单的介绍后，德里便乘坐着马车出发前往城堡。望着逐渐远去的德里，想到不知何时两人才能再相聚，诺拉心里显然是难受的。德里到了城堡后，仆人们早已在恭候，他表现得很礼貌，主动伸手向仆人们问好。看德里如此平易近人，没有架子，所有人不由感到非常吃惊，毕竟他可是将来的伯爵。维森显得异常淡定，因为这是他意料中的事。很快现场就闹了一个大乌龙，管家詹姆斯的忽然出现，德里误以为他就是爷爷科特。Дедушка, как я рад вас видеть. 德里这一迷之操作，让詹姆斯尴尬到大脑都没能及时处理过来，缓了几秒钟才回过神来，连忙提醒着德里，爷爷科特正在里面等他。看任务已经完成，维森便放心的离开了。詹姆斯边走边和德里介绍着城堡悠久的历史，期间德里还发现了父亲的画像，他感到熟悉又陌生，因为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遭遇海难死了。Это же... Да, это ваш отец, милорд. 接着詹姆斯带德里来到了科特所在的地方，可却没有见到人。德里好奇的东张西望着，突然一条巨犬嘶吼着冒了出来。令科特万分诧异的是，平常凶猛喜欢扑人的道格尔，竟在德里面前异常温顺，还任由其抚摸。首次见到自己的亲孙子，科特却没有表现出激动和开心，只是像往日那样面露威严。不过德里并没有因此感到惧怕，反而还热情地主动和其聊天。得知他患有痛风，德里便将从卖水果老奶奶那获知的疗法告诉了科特。吃饭的时候，詹姆斯担心德里不懂规矩，于是就主动告知了他相关流程。尽管就餐的气氛很压抑，但还是没有影响到德里的食欲。吃完后，他尽情地把玩着从未见过的新奇玩具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一股强烈的孤独感逐渐涌上了他的心头。触摸着眼前的钢琴，他不禁想念起了诺拉。此刻诺拉也在钢琴旁牵挂着德里。维森告诉科特，先前诺拉在美国的时候一直拒绝他给的津贴，靠领取少量的退休金维持生活，这足以证明了诺拉不是贪财之人。可科特对此却丝毫不信，认为是诺拉嫌给的太少。
Вот увидите. Нет, не могу всецело согласиться с вами, сэр.在科特看来，这就是一个阴谋。之所以德里表现的这般乖巧，全是诺拉教的故意做样子，目的是以后获得他全部的财富。忽然，詹姆斯出现，打断了两人的谈话。Ну, что там еще? Маленький лорд хочет пожелать вам 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. 互相道了晚安后，见德里迟迟的不愿离去，科特便询问他还有什么事。面对德里的请求，想明早去见诺拉，科特以事情多为理由婉拒了，并强调着先前有说过的周日再去，这让德里不免有些小失望。对于德里父亲赛迪的离世，女管家梅洛丽非常惋惜，因为赛迪比整日花天酒地的哥哥查尔斯强万倍，所以城堡里的每个人都很崇拜他。猜测科特估计经常会苦恼，为什么赛迪不是自己的长子，否则就能留在英国继承伯爵了。夜深了，德里辗转难眠，他拿着烛火来到了大厅窗户旁，因为诺拉住的地方就在眼前的方位，虽然距离很近，可对两个身不由己的人来说，却显得无比遥远。第二天，德里来到了仆人厅，给每人发了一块口香糖，还没有等他介绍完吃法，心急的詹姆斯便吞了下去，不停地打着嗝，他心里慌得一批，怕会有副作用。А что ж теперь со мной будет? Ничего. Наверное. Я тоже как-то раз проглотил. Да? 突然，所有人都猛地肃立了起来，一致地望向门外，因为科特来了。德里后知后觉地跟着站了起来。面对科特严厉的质问，为什么德里会出现在佣人厅？詹姆斯解释着是德里想与大家一起喝茶，并带来了美国的休闲新产品。Дедушка, я для вас привез. Хотите попробовать? Я хочу, чтобы вы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кинули людскую. 无奈之下，德里只能听话离开。眼前目光所到之处的公园以及周围的土地，都是方特洛伊家族的。当德里成为伯爵时，这些都便属于他了。После моей смерти, конечно. Но я тогда совсем не хочу быть графом,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не хочу, чтобы вы умирали. 此时负责照顾德里的贴身仆人托马斯正打趣着，觉得大家或许能活着看到城堡里出现一位和蔼可亲的伯爵。詹姆斯也非常的期待，并表示这将无比难得，因为他的父亲曾说过，科特小的时候也是一个出色的孩子。显然这是在暗示人事会变的。德里随科特一起坐着马车穿梭在自家公园，所有人见到他们都会示意致敬。有个佃户希金斯因没有按时交齐土地租金，管理人员就牵走了他的马来抵债。见希金斯吃力地拉着装有货物的马车，德里便想了解下是什么情况。Граф не обязан знать всех, кто работает на его земле. 说着说着，管理人员纽维克就来到了两人眼前。Здравствуйте, ваше сиятельство. А это, как я понимаю, и есть тот самый маленький лорд... Здрасте. Вы угадали, Ньюик. Именно он выгонит вас, когда вы станете старым и бестолковым. 而这就是科特平日里的言行风格，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虽然他一把年纪了，但枪法却依旧很准。听科特讲解了大概的技巧后，德里便实操了起来。对此，科特分析着原因，让德里冷静专注些。这时，詹姆斯带着神父道威和希金斯来了。神父请求着科特发善心，因为纽维克不仅牵走希金斯的马，现在还想赶走他，这对希金斯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。他的妻子去世后，家里5个孩子要他养活，糟糕的是他自己还患有重病。А ведь он всегда был хорошим работником. Если он хороший работник, ему не нужно ваше заступничество. 见科特如此无情，一丝机会都不给，两人只能无奈地离开了。望着希金斯失望低沉的背影，德里忍不住告诉科特，自己非常的同情希金斯。А как бы вы поступили на моем месте? 德里表示想让纽维克归还希金斯的马和土地，认为不幸就如同下雨天一样，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。科特犹豫了片刻，决定给他一个机会，只要德里击中飞碟，他的想法便能实现。为此，德里全神贯注了起来。回去后，他认真写了一封给纽维克的信，并盖上了印章。岂料科特看后却不满意，指出有4个错误的地方，还打算帮德里找优秀的老师。紧接着，他又让维森过目审查下。信上写着：“亲爱的纽维克先生，请您把房子和马还给希金斯先生，您这样会让我非常感激。谨启，方特洛伊。”这让维森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毕竟从法律角度看，内容是毫无问题的。Он сделает из меня. 其实科特不满意的是信里那种温和的语气，但最后他还是决定让维森密封送往。看着壁炉上精致的摆件，德里不由被吸引住了。托马斯介绍着那并不是玩具，而是方特洛伊家族的传家宝。德里越听越好奇，于是就请求托马斯拿下来仔细瞧瞧。Вообще-то нам не положено. Ну, пожалуйста, Томас. Ну что с вами поделаешь? 托马斯小心翼翼地拿取着，倒霉的是上方的帆船竟掉落了下来。见惹大祸了，托马斯瞬间心凉了半截。当两人看着地上碎片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很快听见动静的科特就来了，打量了一下高度，他二话不说，抡起拐杖就想敲托马斯。德里阻拦着，谎称是自己干的。
并解释托马斯有警告自己，是自己不听他的。托马斯只是帮自己捡拾碎片，科特自然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不过他选择了装糊涂，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，让德里去领悟。Когда мне было столько лет, сколько вам, Седрик, меня наказали только за попытку потрогать эту вещицу. 转眼几天过去了，对于眼前的玩具，德里已提不起兴趣。此刻他最想做的一件事，便是见母亲一面。于是等夜深时，他就开始了自己的计划。通过房屋旁树藤顺到了屋外，在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出了城堡，然后朝诺拉所住的方位前行。四周漆黑阴森的，还时常突然冒出鸟兽，将他吓得不轻。但他并没有退缩返回，而是鼓起勇气继续前进。走着走着，忽然前方传来了野兽的嘶吼声。好在是虚惊一场，遇到的是匹被吵醒的马。稳定下紧张的情绪后，他便继续前行。不知道被惊吓了多少次，德里终于到了诺拉所住的地方。等确定了诺拉所在的房间，他就敲击着窗户。听到响声后，诺拉随即疑惑地出门查看。他压根没想到竟会是德里。得知没有出什么事，他才放心下来。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，缓解几日来的思念之苦。相聚的时光总是格外的快。等到天亮了时，诺拉担心路上不安全，于是便亲自护送着德里回去。德里告知诺拉，科特其实挺好的，糟糕的是这里的规则太死板了，导致两人都不能住在一起。对此诺拉充满无奈，也不好把原因说破，只能让德里想开点。到了城堡门口，两人不得不再次分开。Мам, 诺拉嘱咐着德里必须信守承诺，以后没经过科特的允许，不能去任何地方。德里本以为早点回来就没事了，意外的是在窗台上的道格尔不仅察觉到了他，而且还去吵醒了科特，使得科特疑惑是怎么回事，随即就跟着道格尔到了窗户旁，正好发现了忙着赶回屋的德里。早餐的时候，詹姆斯报告着晚上有人穿越了公园，话里话外似乎在暗示什么。科特也用审视的眼神望着德里，这让德里不免有些心虚。奇怪的是，科特并没有提及到早上曾看到他的事，只是让德里去阳台一下，或许他会很感兴趣。德里好奇的听话照做了。 дедушка, какая лошадка? Она ваша? Пойдите переоденьтесь для верховой езды. 德里十分的兴奋，因为他真的非常喜爱和渴望骑马。然后他弄了一身西部牛仔的服饰。骑士威廉介绍着眼前的马名叫汉尼拔四世。德里温柔地抚摸着他，像是在打招呼一样，接着就迫不及待骑了上去，开始溜达。见德里没有穿家族骑马服，科特心里有些不舒服，指责威廉工作没有到位，认为这样会让人取笑。德里解释着这是霍布斯送自己的，以及不影响骑马，并强调情义无价，使得科特不好再说什么，便默许了。 Дедушка, а можно мне самому покататься по парку? 科特点头示意可以后，德里就独自骑行了起来。对于他的勇敢和英姿飒爽的形象，科特无比的自豪，告知维森这体现了流淌着方特洛伊家族血液的优秀。闲暇的时候，德里不忘给霍布斯和迪克写信，讲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。两人收到信后，看着上面的内容，皆被那种奢华给震惊到了。到了约定好的日子，德里便来到了诺拉的住处。此时诺拉正在无偿教着音乐，见德里来了，他极其的欣喜。这意味着科特履行了承诺，以后两人便还有机会相聚。而德里的出现也对已经无儿无女的科特影响很大，起码不会像以前那么沉闷了。在公园骑行时，德里遇到一个妇人带着个瘸腿艰难行走的男孩。从威廉口中得知两人处境很困难后，德里不禁心生怜悯，同时思索着该做点什么。随后纽维克将自己收到的信交给了科特，这封信正是德里写的。看着上面的内容，科特不由笑了起来，因为信中写着德里感谢纽维克帮助了希金斯的话，并请求将自己的马汉尼拔四世送给那瘸腿的男孩，署名则是用的他方特洛伊勋爵的身份。 Как прикажете поступить, ваше сиятельство? Исполняйте. Слушаюсь. 至于是否要帮德里再买一匹新马，科特没有准许，因为他想让德里明白，做好事就得付出代价。 Маленький лорд Фонтлерой отдает приказы. Он входит во вкус. Поверьте мне, он входит во вкус и быстрее, чем мы ожидали. 德里深情地和艾玛道别，并嘱咐着要服从新的主人。虽然他心里很不舍，但想到小男孩比自己更需要马，他便逐渐地释怀了。而这也都被在窗户旁的科特看在了眼里。相比之前在故乡的丰富多彩生活，城堡里显得格外的单调乏味。德里经常不知道做些什么好，就在为此而感到苦恼时，透过窗户忽然他发现外面有一条可爱的流浪狗。顾不上形象什么的，他兴奋地立马冲了出去，抚摸着温顺的小狗，同时决定收养作伴。可才刚抱进屋里，就被科特发现了。 Это что за гадость? Это не гадость. 难得的是，凶猛的道格尔竟接受了小狗，这无疑证明了陪伴的重要性。望着德里强烈期待的眼神，科特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，没有再说什么。显然他是默许了。基于时候已到，科特便召集了当地达官显贵们，正式向外界宣布德里是自己的唯一继承人。 Молодого лорда Фонтлероя.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, господа фанфароны.
众人被逗得只能努力憋住不笑出声，毕竟这是严肃的场合，实则人比哭还难受。面对询问来英国感觉如何，德里回答着非常喜欢，最开心的是见到了慈祥的好爷爷。这个回答科特自然很满意。至于以后有什么计划，不知情的德里直言，等进上医院后，他将废除阻止母亲不能和自己以及最善良的爷爷一起住的规则。这使得科特瞬间尴尬到脸色阴沉了下来，因为幕后黑手就是他。众人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只是不想拆穿罢了。忽然詹姆斯找到了科特，告知维森有急事相见。维森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，那就是有个叫米娜的女人找到了他，并提供了一些文件资料，上面显示米娜先前已和科特的大儿子查尔斯结婚了。开始科特还不以为意，觉得只是酒鬼儿子找的一个码头女工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直到维森补充到两人还生了一个男孩，名字叫马克，根据法律他将是科特唯一的继承人。突然又冒出个孙子，这让科特简直猝不及防，也意识到了问题很棘手。Завтра эта Минна хочет с вами встретиться. 为了顾及德里的感受，科特便吩咐着詹姆斯，明天让德里去看望母亲。然而此刻所有在场的人都已经把德里当成了将来的伯爵。第二天，米娜带着马克来到了城堡，尽管两人话说的都很漂亮，但科特却没给他们好脸色，并让马克出去把门关上。米娜本以为自己很快就能住进城堡，岂料随即就被泼了一盆冷水。科特扬言着只要自己活着，他便没有一丝机会。在外面等候的马克见托马斯要送雪茄进去，他故意让托马斯去帮自己倒杯水，趁机迅速从盒子里拿出2根藏了起来。托马斯完全没有察觉到，不过马克在偷偷点火时却被詹姆斯发现了，他品行不端就此暴露了。虽然出师不利，但米娜还是非常自信，因为她有的是手段。再者，马克注定将会是继承人。精打细算的霍布斯雇佣了迪克帮自己打苍蝇，10支1美分。迪克感觉很吃亏，可还是硬着头皮打够了。霍布斯在点数时，忽然惊讶地发现手中的居然是英国报纸，他急忙询问伙计是怎么回事。Так в них были завернуты эти кофемолки, мистер Хопс. 得知情况后，霍布斯便好奇地阅览了起来，看着关于米娜儿子马克成为了方特洛伊家族的继承人报道，他万分的震惊，难以置信是真的。随即告知两人自己要出门一趟。蒙在鼓里的德里追逐着小狗来到了仆人大厅，詹姆斯一副失望的神情和他打着招呼，因为2个继承人他只喜欢德里，奈何命运要捉弄人。对于这件事，梅洛丽几人也不禁感叹和讨论着德里有多么的优秀，诺拉是多么的好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在盲区的德里。Ну, не в нашей власти. О, Господи! Я здесь случайно. Я ничего не слышал. 实际上德里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等和科特独处时，他忍不住询问着科特，如果自己不是方特洛伊勋爵了，科特还会不会想要他？ Не говори ерунды. Ты мой любимый внук и навсегда останешься им. Тогда мне все равно, буду я графом или нет. Ну, только не пытайся вышибить из меня слезу. 其实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科特已经越来越喜爱和认可德里了。奈何世事难料，1个月后的某天，米娜竟找到了诺拉母子俩，指着报纸上关于他的内容，嘲讽两人是骗子。Я не понимаю, о чем идет речь. Я что? Сам граф, к счастью, разобрался, кто есть кто, и сейчас заня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м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. О чем вы? 米娜得意地告知两人，此刻科特正带着马克参观城堡，就连德里的房间都是马克的了。虽然两人无法确定米娜说的是真是假，但却感受到了孤儿寡母的无助。随后米娜回到了城堡，鼓舞马克要趁热打铁，坚信今晚便能在城堡里安顿下来。接着在面见科特时，米娜主动问好，但科特却压根不搭理两人。О, очень кстати. А мы как раз собирались посылать за вами. 米娜强调着文件真实有效，可看到一个人时，脸上的笑容却瞬间消失了。这一切简直是应了那句无巧不成书。原来米娜是霍布斯的妻子，7年前两人还没有离婚，米娜就偷偷的逃走来到了英国。面对维森的质问，他是怎么拥有一个9岁孩子的？为何7年前都没有提及过？心虚的米娜自然回答不了。见情况不妙，抗压能力弱的马克便开始慌张了。为了逃避责任，他透露着一切都是米娜指使的，自己是个孤儿，之所以要合作来冒充，是因为米娜主动找到他，许诺过要给他荣华富贵，那些文件资料也都是伪造的。到了这一步，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。几人没有为难马克，随即放他离开了。米娜本想也跟着溜走，但却被维森拦住了，提出要他签署几份文件。Я после этого буду свободна? Очевидно. 经历了这么多事，科特也明白了不少，清楚了诺拉的人品极好，决定放下偏见，主动去看望诺拉。他和霍布斯也聊得很投机，听说可以一起去找诺拉。梅洛丽万分的欣喜，对于霍布斯这个及时雨，单身的梅洛丽不仅心存感激，而且还对幽默风趣的他很有好感。霍布斯也被端庄明是非的梅洛丽吸引了。得知了科特心里的想法，
甚至做好了向诺拉道歉的准备。妹妹洛丽黛简直难以置信，因为现在的科特和以前相比，仿佛像是变了一个人。就当所有人满怀期待要出发时，不料詹姆斯却告知几人德里和诺拉已经走了。母子俩给科特留了一封信，使得众人都猝不及防地惊愣在了原地。Дорогой дедушка, мы с мамой не хотим больше вам мешать. Мы уезжаем. Я всегда буду вспоминать вас с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ю. 两人没有感到所谓的失衡，因为这场经历如同梦一样，现在梦醒了，自然就得回归现实。对他们来说，或许以前的生活更适合。为了及时挽留住两人，科特动用了警力去全方位寻找。遗憾的是，几天过去了，却还是一无所获，这让科特又急又气，认为是他们效率太低。洛丽黛安抚着失望的科特要坚持住，上天是不会辜负有心人的。忽然，科特想到了个好办法，那就是通过报纸刊登悬赏寻人。马克在街上装瞎子乞讨时，无意间看到了报纸上的内容，随后他去面见了科特。因为那天马克离开城堡后，在路上遇到了德里两人，他们正前往港口去美国。得知两人身上没什么钱，马克还好心决定帮他们买便宜的票，因为他在港口有很多朋友。可等到了港口，却获知下一艘客船是在3天后。不过就当几人打算离开时，幸运的事情降临了。诺拉遇到了丈夫生前作为船长的好朋友，正好装着货物准备出发美国。拿着诺拉给的辛苦费后，马克就离开了两人。显然这就是警察找不到他们的原因。对此，科特履行了承诺，马克获得了一笔巨款5000元。迪克坐在斜滩无聊地吹着口琴，忽然他眼前一亮，惊讶地站了起来，因为他挂念的好伙伴德里回来了。И ты не уедешь из Америки? Никогда. 自从德里走后，科特又回到了以前枯燥无味的生活。每当想起德里以及自己所做的事，他不禁思索着该怎么去补救。迪克不在的时候，德里就帮他照看着摊位，认真地替顾客擦着鞋子。虽然收入很微薄，但却过得格外的充实惬意。见新来的顾客的鞋子不错，他还会夸赞着，称自己非常了解鞋子。Я вижу, ты стал прекрасным чистильщиком обуви. 德里难以置信地缓缓抬起了头，因为他做梦都没有想过，科特居然会来美国。Фон Тлерой. 不仅如此，诺拉还收到了科特代表歉意的鲜花，这意味着科特已经放下了偏见，接受了诺拉这个好儿媳。更值得欣喜的是，霍布斯还和梅洛丽在一起了。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家，有人的家在宽敞的城堡里，有人的家在简陋的小屋旁，而最珍贵的家，永远是由爱与理解铸成。德里用他天真的善意融化了科特冰冷的内心，用赤子之心重新定义了继承的意义。不仅仅是财产的传承，更是人性的传承。